大家好，我是扫地僧。有一个问题，这一年特别多人问，就是扫地僧，你的钱怎么用啊？都去买股票和买房吗？这个问题我一直没有回答，因为我希望在今年最后的时间，给大家一些干货中的干货。就是很多人希望我讲一下理财这个话题，但是认识我一段时间的话呢，都知道我本人只研究一件事，就是如何赚钱。也就是说，我认为开源才是最重要的。就是你月赚几千美金，那你怎么节流、怎么省、怎么理财，又有何用呢？网上那些教理财的，教你怎么存钱，说实话，你的命运也不会因此而改变。我问你，当你赚1个亿的时候，你还会去想节流的问题吗？如果会，那么相信我，你肯定会把这1个亿亏掉。这也是为什么这么多人中了彩票，或者某些原因成了暴发户，然后瞬间打回原形的原因。说真的，因为他们不配获得财富。当你获得1个亿，就是当你到达了那个高度的时候呢，你应该思考的是如何把手上的钱拿去赚更多的钱。而我认为真正有用的理财，就是教你怎么把资产倍大的，这个叫做资产配置。真正的理财是教你怎么花钱去买为你带来被动收入的资产，而不是教你怎么省钱的。那么我今天呢，就是来传播这理财真理的。我说的话可能会颠覆很多人的价值观，因为有些人存钱存了几十年，然后我现在跟他们说存钱没有用，那么他们肯定是不能接受的。当你仔细的思考一下，你见过存钱致富的吗？存钱只会让你生存，你还不能生活，因为别人去旅游吃香的喝辣的时候呢，你还只能待在家里。为什么？因为你要存钱啊，你不能去消费啊。然后这样的生活维持了几十年，那如此的人生意义何在？对吧？时间是最宝贵的，我也不怕大家笑话我起步真的比普通人还要低啊。我都说过了，我的父母连为我做房贷担保的资格都没有，但那又如何呢？我从来也没有想过靠他们啊。对，我的起步是比别人低，所以我思考的是如何用1个月的时间去追别人1年、10年甚至一辈子的时间。所以我研究的就是怎么样才能跑得比别人快。这样说吧，穷出身的人呢，应该也只能思考这个问题，而不是甘于现状。那么我之后透过创业而改变了命运。虽然说我现在不需要为钱而担忧了，但是我资产分配的方法并没有因为我的财富增多而改变的。换句话来说，钱多钱少我都是这么干的。那么今天我就是希望把我本人理财的系统和心法完全毫无保留的分享给大家，所以你预期这部影片会很详细，大家一定要点赞，因为你还可以在播放列表里面找回这部影片，然后发财了就可以给我报喜。而开始之前呢，先预祝大家 Happy New Year， 我爱你们，感恩各位兄弟姐妹，这一年风雨不改的陪我度过，我也将迎来30万的订阅了。我会一直铭记着初心，这个频道是专门培养老板、企业家、有钱人的。如果你不想错过这些资讯，你可以考虑订阅我的频道，然后打小铃铛。好了，那首先呢，其实理财甚至投资都是一场游戏。这场游戏，我认为目前解释最好的就是来自于一本书，叫做《博弈论》。这里面呢有3个游戏，每个游戏都可以帮我们赚到钱和倍到我们的资产。那就是正和游戏、复合游戏、零和游戏。这些你可能会觉得与今天的话题无关，但其实这些足以让你致富。大家耐心听啊，这些是入门的心法。先简单说吧，我们去玩一个游戏，如果是共赢呢，那就是正和游戏；如果是你赢我输，或者是我赢你输呢，那就是零和游戏。而如果是大家双输的一个关系呢，那就是复合游戏了。我以前读经济学的时候呢，有一个笑话是这么说的。话说有2个经济学的学生呢，在路上走着，突然看见一坨大便。A 学生突发奇想的对 B 学生说：“你去把大便给吃了，我给你1000万。” B 学生想来想去，虽然觉得大便很难吃，但是确实挺划算的，1000万，反正没有人看见，对不对？于是呢，他就冲上去，就把那一颗大便吃得干干净净的。那么 A 学生呢，是一个讲信用的人，他立刻就支付了1000万给 B 学生。然后2个人呢就继续在路上走着，但2个学生都觉得不平衡起来了。A 觉得他花钱请 B 吃了一顿太亏了，毕竟1000万，但 B 呢就觉得自己居然吃了一坨大便，也太没有面子了。于是呢，慢慢的前面又出现了一坨大便。B 学生觉得这是报复的机会啊，他说：“那你也立刻把这坨大便吃了，我也给你1000万。”
A 学生本来心里面就觉得亏，顿时就觉得逮到了这个机会，立刻就冲上去把大便给吃了，吃得好开心啊！他也顺便的得到了1000万。可是两个人呢，都觉得非常委屈啊，因为他们现在谁也没有赚到钱，但每个人都白白吃了一顿大便。那他们想着想着就哭起来了。此时此刻，他们的老师就走过来问：“怎么了，孩子？”然后两个学生就把刚才的事情原委说了出来。老师听了以后就仰天大笑地说：“你们不愧是我们杰出的经济学家。虽然你们各吃了一坨大便，但是短短的几分钟里面，你就给我们国家第一批数据统计上增添了2000万的贡献。”两个学生听了以后呢，就专杯为喜，他们手拉着手，肩并着肩，心连心的围着老师跳起舞来，唱起歌来了。虽然这恶心的故事呢是比较好笑啊，但其实也没有那么好笑。因为如果从这个国家的经济数据来看，这真的是一个正和游戏，对吗？因为他们最终的结果就是使得经济数据上增加了2000万了，多么光鲜的成绩啊，对不对？而如果从两个学生之间呢，他们本身的经济来看呢，它是一个零和游戏，因为最终大家都不亏不赚了，对吧？但是呢，如果再进一步的去讲啊，一方面 A、B 两个学生虽然从经济层面上不会不赚，但是从生理层面来讲，两个人什么也没有赚到的情况下，各吃了大便，所以这是一个标准的复合游戏。这虽然是笑话，但是你听懂了你就发财了，因为你知道什么游戏可以碰，什么不可以碰，什么笨蛋也能赚到钱，什么只有设局的人才能赚到钱。那么有一个正和游戏，我非常建议大家白手起家去做，因为是跟随了移动互联网和元宇宙的趋势，所以几乎零成本，大家可以副业去做，赚到的每一分钱呢都是暴利，然后就可以搭建团队了。我特意为此做了一个完全是免费的培训，虽然是免费，但唯一的门槛是有人数的限制，而且不能重播。有兴趣的可以在影片描述栏上可以找到报名的链接。那么我问大家，打麻将这游戏能玩吗？怎么赚钱？假如我们把一个麻将桌当作是一个微观的经济体了，麻将桌上总资金的数量就是4个打麻将的人的总赌注，就是每一个人的赌注加在一起，对不对？如果每个人今天带着1000块美金来打麻将，那么这麻将桌上面的总资金量就是4000美金。那众所周知，打麻将是不会创造新的价值的，就是不可能说通过打麻将创造出大于4000美金的价值。所以呢，打麻将它不是一个正和的游戏，对吧？所谓正和游戏，就是说你我在互相合作的基础上面创造了新的价值，从而让我们双方呢都能变得更好。这就是经济学上合作共赢的一个最基本的原理，也就是贸易的一个最基本的原理。大家耐心听啊，我的长项是让啤酒在有限的时间里面呢能够让最多的啤酒，而你的长项是烤面包，你能够在有限的时间里面做出更多的面包。所以如果让我既让酒又烤面包的话呢，让你也既让酒又烤面包，那其实效率是不够的。那不如让我们专注于自己最专注的领域，让我专注于让酒，让你专注于做面包，然后我们通过交换，从而让我们双方都能够享受到物质的最大化。那这就是合作共赢的正和游戏。但是打麻将，我们众所周知，打麻将今天我赢的钱呢，一定是这麻将桌上面某一个人输的钱，对不对？后天呢，你输的钱一定是输给这麻将桌上他赢了你的钱，对吧？所以这种资金量呢，无非是今天流进了你的口袋里面，明天他运气好流进了他的口袋里面。所以长期来讲，根据大数的法则，打麻将的4个人他们是不输不赚的，所以这就是一个零和游戏。这个的前提是麻将是在你们家里面打的，无非今天你运气好，你赢了他的钱，明天他运气好，他赢了你的钱。不过这个是根据一个假设的，也就是你们的水平都是差不多，长期一定是归于平均的概率，所以说长期都是大家不会不赚的啊。但为什么这个打麻将的游戏呢，我们常常可以看见很多人以此为生呢？怎么才能可以在零和游戏里面赚到钱呢？很简单啊，就是你要去欺负新手啊，欺负不懂的人啊。零和游戏的赢法就是只要市场够大，然后你每次都跟不同的新手去玩，你就能够稳定的赚到钱，而且赚钱非常的快。但如果你每次都跟同一帮人去玩呢，人家也不是笨蛋，
因为如果你的水平高出一截的话，总是一家去吃三家的话呢，长期以来另外3个就不会带你玩了，对不对？所以我问大家，股票市场是不是零和游戏？市场的资金就这么多了，不是你赢就是我输，都是老手割韭菜，新手去接刀，然后市场非常的大，有那么多的股票可以选择，对不对？也一直有新手进场，不断的给我们的老手交学费。如果你是这么以为的话，那少年还是太年轻了。刚才我们是假设这麻将是在家里面打的，是吧？但如果是去到一些打麻将合法的店子，那些老板是要抽水的，每打一圈可能就要从里面去抽一部分的资金走。包括如果你是在里面买点吃的啊，买点服务费啊，买点场地费啊，所以总资金量是减少的，对不对？当总资金量减少的情况下呢，就算你们的游戏胜率又是差不多的情况下，长期平摊到每一个人的头上，那大家都是亏的。这个游戏就只有一个赢家，就是麻将店的老板，对吧？打麻将的4个人长期都是亏的，这就是一个复合游戏前提下的零和游戏。就是说成本肯定是存在的，你要有信心能够欺负其他人呢，然后赢回来的钱大于你的成本，你才好去玩这种游戏。大家听懂了吗？而股市呢也是如此的，对吧？因为股市长期有没有投资价值啊？其实玩价值投资的概率是很少的，更多的是大家在一起，在里面互相的打来打去，去互相的投机，对不对？你今天赚了就是别人亏的钱，你今天亏了就是别人赚住了钱，因为你今天买进了股票，明天就卖掉，不可能创造新的价值，对不对？无非就是在资金上进行游戏再分配。但是呢，你要明白国家或者是政府是要在这里面收税的，国家类似于合法麻将馆一样要收税抽税的，所以长期大家在里面打架都是输的层面是比较大的。所以股票能赚钱，我们讲大概率的事件啊，是跟你的眼光没有直接关系的。当然有巴菲特这样的特例，但我身边的人呢，包括我自己，能够在股票市场赚到钱，都是靠技术的。靠什么技术？就是跟随趋势的技术。这里面有一个事实，就是大部分的散户都不会玩嘛，会玩的只有巴菲特这样的大户，而大户的特点就是资金量很大，所以我们在图表上观察有哪一天成交量大，价格变化大就好了。我想要表达的是，股票的确是一个可以让大家从一无所有获得第一桶金最好的地方，因为我自己就是这么走过来的。我认为股票投机还是蛮简单的，但前提是你一定是那个老手，而不是任人宰割的新手。你必须要有一个交易的系统，有止损止赚的规则。所以买卖股票这个技能呢，我认为每个人都应该要学习的。详细的技术我也毫无保留的在其他的影片分享给大家了。那么投资市场呢，我认为很少能找到正和游戏，因为正和游戏一定是能够长期的创造价值的。什么叫做创造价值呢？你比如说是一个歌手，创造一首别人喜欢听的歌，又比如说我本人现在帮助大家达到财富自由的目标，那这些都是创造价值。那比如说你去投资黄金，那这个也有点类似于零和游戏，因为黄金这种投资品呢，它本身不创造价值，你持有期间本身是不会给你创造新的衍生价值的，对吧？你放一堆黄金在你家放100年，也不会给你生出一点小黄金出来啊，它还是那堆黄金啊。所以说，这无非是取决于经济好的时候没人接盘，还是经济恐慌的时候呢，有大量的人出来接盘，这带来价格的涨跌呢，本身就是一种恐慌性情绪的再分配，所以它有点类似于零和游戏，虽然说不严谨。那我想带出今天很重要的一个心法，我们说理财嘛，如果我们的钱投去一些我们常见投资品上面，那么我们玩的很有可能是一个零和游戏，甚至是复合游戏，又或者是两者皆是。所以记着，在我们还没有成为这个游戏的高手之前呢，不要去挑战噩梦级别的难度啊，因为打游戏可以不断的死了再来，但在实际的投资战场上呢，或许一次或许几次的失误就可以让你永远都没有再来的机会。所以呢，在这个开始的时候，我们需要去找到一个游戏难度低的地方，甚至需要去发现这里面一些作弊的手段，以便于我们能够尽快的去打通关，这打通关才是我们最终的目的啊。那么这世界最多人玩的
就是有些人算是有点正确的理财概念，他们大部分玩的就是滚雪球资产配置的模式。为什么？因为巴菲特教的嘛，玩复利的效应嘛。就比如说一个人一年赚5万美金，然后他可能拿一半的钱出来花，剩下2万5美金就拿去投资。投资什么呢？大部分不懂投资的人都会选择投资基金，因为他们只需要投钱，然后基金会有一个操盘手拿着这些人的钱去投资他们认为会赚钱的金融产品，比如说股票啊、债券啊等等。那么这些操盘手都是非常有经验的牛人，这些人就是所谓的大户，也就是机构投资者，因为他们手上的钱都不是他们自己的，而是世界人民的，他们只是帮忙管理这些钱。详细的原理大家可以参考我之前讲基金的影片。但我想问的是，这是什么游戏？首先，这些操盘手他们帮你管理资金，他们要不要收管理费？要的，这就跟打麻将要被抽水一样的概念。这个游戏你还没有玩，你就已经有成本了。然后有些国家在股票交易的税比较高的，那你的成本就更大了。那还有通胀呢？这些是隐性的成本，如果都算进去，我假设所有的成本加起来 5% 好了，所以你还没有开始，这已经是一个复合的游戏。那为什么还那么多人玩呢？因为这些基金的操盘手，他们可以在股票市场这个零和的游戏里面去欺负那些新手啊，他们可以割韭菜啊。所以你比如说刚才说成本是 5%， 但这些基金的操盘手在股票市场割韭菜，每年能稳定赚到 10% 的回报，那你每年的利润大概就有 5% 左右，这能不能听懂？然后巴菲特那个老爷爷教我们的就是拿这 5% 赚到的钱再投进去，把每一年赚到的钱都投进去，透过复利的效应，你过10到20年你就不知不觉的发财了。而巴菲特更建议我们去投资指数的基金，因为这是跟着大盘走的，不需要给这些管理费，这就把复合游戏这个影响降低了一点。那这个做法是完全没有问题的，但我不会这么干。还是那句话，我40-50岁才去开法拉利，才去住豪宅，我就觉得没有什么意义了，你觉得呢？所以我的做法是打游击战，赚到钱就跑，这是兵法至高无上的心法，也可以运用到做人和投资上。所以我常说，一个人开悟觉醒，他跟什么东西都可以融会贯通，真的是这样的。当你没有士兵，没有火药，没有兵器，你就去骚扰别人嘛，打一枪就跑，打一枪就躲起来。同样的，你去投资没钱贱命一条的时候呢，第一，你要去拼，这句话都被别人说得很烂了，但这是真理，因为你什么也没有嘛，你是0，你已经是最差的情况了，你还怕什么，对吧？你是用0去换100，那当然是要有系统的去交易，这些我其他的影片有教。那么我的做法就是，当我一无所有的时候，刚才也说了，就是学习投机。我自己一开始大学创业赚到点钱嘛，其实也跟这没有关系。我觉得普通人用我这个方法也能够做到。你比如说，我只有1000块美金，我就透过期权或者 warrant 等等的衍生产品，透过杠杆去放大我的利润。但就算玩杠杆，我的止损原则就是最多亏1000就平仓，也就是说，我拿1000去换1万，甚至更多。我自己统计过，我以前最厉害的时候呢，那一年的胜率是 70% 左右。那么当我赚到1万，我就会把这9万的利润放到其他的地方，我等一下会讲，然后再拿这1000继续重复这样投机的动作。那为什么我不是钱滚钱，把赚到的利润都要投进去呢？因为这是游击战嘛，赚到就跑，就先放进自己的口袋。你刚打赢了一场仗，当你的兵力还是不够的时候呢，你还不能玩人海战术啊。记着，赚到钱以后就不要拼了，要与履薄冰。那么为什么要玩衍生产品呢？因为进场门槛低啊，税费也比较低啊。我理解这就是完全的零和游戏了，就是跟证券商的博弈，因为衍生产品是他们提供的，我们赚的是他们的钱。但这很难吗？不会，因为有很多的时候呢，这都是一个双赢的游戏。因为证券商有时候会送钱，他们会做对冲的，这些复杂，或者是你想要知道更多其中的方法，你可以留言告诉我，我看看反应，再决定要不要详细的说一下。但大家有点触觉的，都会感觉到什么样的游戏最容易赚钱呢？当然是 win-win 的游戏啊，正和游戏啊，因为你的对手都希望你赚到钱嘛。
我希望大家都把这个真相放进去自己的脑袋里面啊。其实我们不逼你赢我输嘛，可以双赢嘛。当我们一无所有的时候呢，就是你没钱嘛，你连钱都没有，理什么财，对吧？那刚才说的投机是赚钱的一个方法，这叫做偏财。而真正脚踏实地的，就是我们必须要有自己的事业，这叫做正财。犹太人之所以这么有钱，就是因为他们不会放过任何赚到钱的机会。那你可能会问，没钱怎么创业啊？以前那个时代的确很困难，但自从有了互联网，那我自己就是做电商起家的嘛，对不对？那现在还有什么 NFT， 你就学画一个图，然后拿上去卖嘛，或者是你可以去直播，又或者跟我一样做自媒体啊，在 YouTube 创业啊。过去、现在甚至未来，只要你有曝光率，只要你有知名度，你就能赚到钱。只是过去需要钱，需要资本，而现在和未来，因为有了移动互联网，因为元宇宙，你做任何的一切都不需要太多的钱的成本了。这就是商机，这个就是正和游戏，因为你提供的价值，比如说你很幽默，你为别人带来了快乐，就跟一部电影一样，那么你就会做起来。而这更是无地域、无语言的限制。你比如说我1年多的时间，差不多30万的订阅吧，那我就是专门研究这个的，有什么技巧，做什么题材，怎么做，这些我们有非常专业的数据作为依据。这些商业机密中的机密呢，如果你感到兴趣，你一定要走进我们创业商学院，里面我会永久带着大家创业，把我研究到的一切关于创业的心法与技巧，毫无保留的全部教给大家。那现在你在描述栏上的链接加入的话呢，除了前期的优惠以外，还可以获得我们财富自由品书会永久会籍。这个分为2个部分，第一个部分，我本人会不定期的制作帮助大家财富自由的课程，然后我们里面有一个几千人的 Facebook 富人精英群，我们都会在里面分享关于赚钱的资讯资源，就是一个商圈和抱团的概念，人以群分。而第2个部分就是我们的品书会，我们团队一共会为大家把100本书的精华以录音的形式记录下来，大家可以随时随地的去听。如果你们不喜欢看书，也不懂得怎么选书，那品书会就可以私下完全协助大家。那现在就是含金量最高的地方了，我们打游击战，把赚到的钱都拿去哪呢？我的话呢，就会放在万事不移的恒产里面。我们究竟如何才能够去永久的放大我们的财富呢？贯金一见古，无古不成金。其实古人的智慧呢，至今依然是很适用的。中华文明5000年，其中凝聚了很多的精华。就比如说我们会看到这本书叫《货殖列传》，其实我在看到这本书以后呢，是非常震惊啊。我会发现现在的社会很多经济学的原理，我们的老古人在几千年前呢就已经告诉我们了。而且的话呢，这坊间有传闻啊，它才是人类文明史上呢第一本真正的经济学著作啊，而对后世影响深重。Adam Smith 的《国富论》，有人传是接见了《货殖列传》之后才写出来的。我们可以看到，首先这个古人造字啊，我们说什么是富啊？从这个字上面就可以看出古人是怎么认知财富的。所谓富啊，就是上面一个屋顶，对吧？中间一个口，下面一亩田地啊，就是田地上面有了一个遮风避雨的房屋，然后呢，就让我们有了生存之道。这个就是老古人对这个富字的理解。而且我们也会发现，古人也是完全这么做的，他们不断的通过经验的总结。那远的不说，你知道谁打败了巴菲特吗？巴菲特之所以这么厉害，就是因为他能跑赢大盘，而且是持久的。大盘每年平均回报率大概就是 5% 左右，而巴菲特有大概 9% 左右。那谁可以稳定的赚到比 9% 更多的利润呢？就是那些有投资房地产的人，你知道吗？时至今日，还有人说楼市的泡沫很大，很大可能会爆，满满的都是负面的新闻。为什么？因为大部分的人都买不起房啊，他们都希望楼价跌啊。但这些新闻从来都不会告诉你，在大城市每年赚了 20% 都是很轻松的事，这还是以总价来算的。什么意思呢？就是说50万美金的房子，你年回报率是 20%， 那你赚10万美金，对不对？但事实上你不需要拿50万美金出来啊。我之前的影片也说了，你借的话只需要5万美金，然后如果你按投入来算，你拿5万出来赚了10万，你的年回报率就是1倍了。而且这房子你还可以租出去来还房贷，
就算你自住，你跟家人或者其他朋友一起合资买了一套房子，然后过了几年本金赚了几倍再卖出去，你还是赚不少的。那么详细的技巧，大家可以回归我这一年关于房地产投资的影片。我想要说的是，房子是正和游戏，因为房子是可以创造价值的。我们买房子买的是创资以外的东西。我之前提过了，就是你窗外的环境一旦有变化，那你的房子就是增值的。你比如说，你预期这里会盖一所学校、地铁、商场，对吧？但我不敢说100%，但90%以上，只要是大城市都会涨价。涨了以后呢，就不会跌了。谁去买，在什么时候去买都赚钱的时候呢？这个东西就是正和游戏。我们看看近代最有钱的商人，其实是徽商啊。明清时代大量的徽商呢，他们行走于这个盐商啊、这个茶叶商啊、这个漕运商啊，赚到了大量的钱。那么他们赚到大量的钱之后呢，也不是去扩大再生产啊，更多的时候是把钱回到家乡里面去修建这个大宅。所以今天我们在各个地方，尤其是很多著名的旅游景点，都能够看到当时的徽宅大气磅礴的气势。这就说明了从古人就开始认知到了，虽然说那个时候还是金本位、银本位啊，但这些也不能够去承载超发货币的作用。但是老古人一早就认识到了，就是说创造资产要通过土地才能够永世流传。你看他们死了几百年，这些房子依然都是很值钱的。所以呢，司马迁讲到本富为上，末富为次，奸富最下。那么他把这个创造财富分为3类，本富就是以田地、土地创造的财富，末富就是以工商去创造的财富，奸富呢就是指不择手段去创造的财富。所以呢，本富为上，末富为次，奸富最下，意思就是土地创造的财富为上，工商创造的财富次之，不择手段创造的财富为最下。但是呢，他又说了，用贫求富，农不如工，工不如商，痴卷文不如仪式门。这是什么意思呢？他是说啊，如果一个人呢想要从贫穷走上富裕之路，就是说做农耕土地的就不如去做一个工人啊，而做工人的就不如去做商人经商啊，而这痴捐文的就不如仪式门的啊，指的是刺绣织棉不如这个卖笑的啊。这是什么意思？大家都懂了对吧？然后呢，你们就可能很奇怪，司马迁说在创造财富的效率上，说土地其实不如这做工的，做工的是不如这个经商的，这好好的去织棉的是不如去卖笑的。但是为什么又说这本富为上呢？为什么这创造财富效率最低的反而是最上等的本富呢？于是呢，他又去解释了，屈就与时抚养，获其盈利，以莫之财，用本守之。那么这老古人已经非常好的去诠释了，他说创造财富的效率上，末富是最高的。我们说一个正常人要抛弃奸富，奸富是不能够持久的，所以他说在创造财富的效率上面要以莫之财，通过经商或者是通过一系列上海的手段去获取大量的财富。但是呢，在我们这样的投资环境当中，如果你想以经商来驻留财富是很难的。所以他又说了，用本守之，也就是说经商创造的财富，我们要通过土地来很久的去守住它。所以呢，这就叫做去就与时抚养，获其盈利，以莫制财，用本守之。大家听懂了吗？所有的商人、资本家都是这样的。我们可以通过我们的生意或者投机很快赚到钱，对吧？就比如说有一个风水先生是这么跟我说的，我可以很年轻的赚到很多钱，但我要学习的就是如何守住我的钱。那他也不是教我去存钱，而是教我去买不动产。大家听懂了吗？就是你去看电视剧，那些分家产的风波，5个亿的现金，只有5个亿的公司，只有5个亿的房地产，你要什么？聪明的人呢，肯定是拿房地产，其次是拿公司，最后才拿现金的。在我们商人看来，现金是最不值钱的。当然我自己也会预留大概足够1年支出的现金在身上，作为应急的资金。但我希望大家看完今天这部影片，什么都不记得，都要记着，理财不是去学存钱，而是要去学习资产分配。游击战是我的理财战略，赚到了就跑，赚到了就放房产，要想尽一切办法把房子弄到手。只要你上了这辆车，你就可以跑起来了。好
好了，再次预祝大家 Happy New Year！ 新的一年心想事成，财源滚滚，身体健康。有什么问题可以给我留言，只要你们能在我今天说的内容里面找到1-2句话是有用的，能够帮助自己的人生过得好一些呢，我就心满意足了。那么，如果你不想错过任何关于成为富人、企业家、投资家、达到财富自由的免费信息，我还是呼吁你订阅我的频道，然后打开小铃铛，然后无私的把影片分享出去。我真心的祝福为这部影片点赞的兄弟姐妹们早日达到财富自由。好了，我们下个礼拜不见不散，拜。